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3月12号，也是以色列进入战争的第13天。那就有人好奇说，现在以色列在打仗，没有上班的那些人，他们怎么办？以色列政府会给钱吗？所以这一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色列到底会给他的公民什么样子的补助，在战争的期间。那现在这条街啊，本耶胡达，它几乎所有的店都是开的，像这边的餐厅啊，还有刚刚点的这个饮料店，这是以色列的珍珠奶茶，它有珍珠奶茶，那这个是有混合口味的，像这样一杯珍奶啊，要31块 shekels， 和台币大概是320块，去年的税是17%，今年是18%营业税。然后我点这样子的饮料，我还没有地方坐。那以色列财政部长在昨天的时候有说，这一次的补助就跟去年6月的时候的战争的补助一样，是什么呢？我有查资料来跟大家讲一下。基本上呢，在以色列平常，这不是战争时期哦，平常假设你是全面失能，你不能够工作，那政府给你的津贴最低保障是4771块。乘上10.2或10.1就是台币的价格，因为以色列它的 GDP 比较高，以色列的最低工资本身就已经是6443块 shekels，等于台币快要6万5。OK， 那假设现在因为打仗，所以你不能上班，你被迫要放无薪假，那这个时候政府它会来救这个公司，政府会愿意来补助你，每日的上限是550块 shekels， 和台币大概是5500块，为了简化的关系。那只要你是超过14天被迫放这种无薪假的话，那你就可以申请。那这里有一个冷知识，因为以色列它的法律非常的严格，对于雇工它的保障是很高的，所以呢，政府有规定说，企业不可以在打仗的时候去开除那些因为要顾小孩所以没有办法上班的员工，所以那样子的员工呢，他可以放无薪假，然后呢再跟政府来申请这个津贴。其实550块 shekels 是蛮不错的，不过以色列人他们缴的税也高啦，我是不知道说他现在拿的这些补助是不是有一部分其实还是要缴回去给政府当税的。OK， 那贷款的部分，有人就会想说，那如果我现在买房子，然后现在在打仗，然后我的薪水变少，然后我还要缴房贷，然后我现在怎么样？那怎么办？那银行的部分呢，是有给3个月免利息、免手续费的贷款的延期。然后呢，如果你的生活有不方便，所以你受到影响了，然后所以你现在需要钱，你最多可以贷款额外的10万块 shekels， 大概台币100万。那这是如果你的生活真的是受到战争影响，你可能还是需要证明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申请这个没有利息的贷款。OK， 那如果你家现在被导弹打到的话，首先你的房子政府是一定会修啦，但是你现在不能住那个地方，所以怎么办？那政府它会额外的给你2000块 shekels 的津贴。500块是给你买紧急的物资，然后1500块是给地方政府，然后再来给这些灾民，然后再来这些灾民可以免费住跟政府合作的饭店。这其实是在2023年10月7号那场战争的时候，政府就是这样子的。像北方啊，还有靠近加萨边缘带的那些居民，他们住了大概7-8个月，至少7-8个月的饭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家，所以在补助的这部分，其实以色列是蛮有经验，而且我觉得给的条件都还不错。那最后呢，就是如果你是企业老板好了，你没有办法开店，然后可能你的员工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你拿到的那个营业额没有那么高，那怎么办呢？那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如果可以证明你的营业额少了25%，你跟去年比啦，那你就可以申请这个补助金，企业补助金。那小的机构就是年收入低于5万块 shekels 的，那他只补给你1750 shekels。那如果你是年收入低于30万的，他就补给你14025 shekels， 乘以10.2就是台币。然后大企业就是年收入超过3亿 shekels 的，它补你120万 shekels。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政府会负担员工75%的薪资，等于说你现在你让员工就是完全放无薪假，他不用来了，你现在是停止营业的一个状态，那你的员工的薪水是由政府来买单75%。那跟大家分享这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家庭，爸爸妈妈都有工作，然后呢，你们有小孩 ，OK， 基本上你的老板不能够因为你现在因为学校放假的关系，然后你要在家顾小孩，你没有办法来上班，然后你的这个工作可能是没有办法在家work from home， 就是远距工作的，你必须去公司的。那公司基本上它不能够因为你没有来公司不能来，然后就把你 fire 掉，这是你基本的保障，你不会被 fire， 不会因为你有小孩的这件事情被处罚。但是薪资怎么办 ？OK， 公司它就会给你一个好啦，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无薪假。那你就可以去跟政府来申请75%的薪资，等于说你是在家，但是你可以拿到75%的薪资。那其实事实上，我是觉得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基本上因为有前面 COVID 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公司已经让员工能够远端工作。那据我自己所知啦，就是我认识很多人，其实他们虽然是外面在打仗，但是他们在家还是需要工作。那我今天才跟一个奶奶聊天，她的孙子孙女的年纪跟舅舅还有Bella差不多，所以我就问她，那她的小孩还有她的先生，是不是在上班 ？OK， 是在上班。那他们是怎么样子去对付现在的状况？因为没有学校啊，不能去学校。然后他们是请保姆吗？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奶奶就说，哦，没有啊，我就是那个 babysitter， 我就是他们的保姆。那在以色列就是这样，很多的爷爷奶奶在战争时期，他们真的就是跳出来，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继续的工作，然后不用去花钱请保姆，就过来支援他家的小孩。那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以色列的样子啦，因为其实家庭里面家族的关系啊什么的都是很亲近的。然后其实我刚才分享的这一个政府补助的方案，它只是属于政府的，还没有算民间的。以色列还有很多民间的机构在彼此帮助，来填补政府没有办法补助到的部分。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好比说 OK， 现在这个太太她的先生被找回去当预备兵 reservist， 那 reservist 是有薪资的，他的薪资是按照他平常上班的薪资，好像还会再多一点。然后呢，如果你是 combat unit， 就是拿枪的在前线打仗战斗型的，我记得还会再多个40%之类的。这个我实际数字我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多了25%。所以说这个家是有足够的薪资的。但是呢，这个妈妈她当然就很辛苦，因为如果有小孩，丈夫又不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爷爷奶奶就会来支援，或者说有其他的机构会让这些孩子能够就是得到相关的需要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以色列很神奇的地方。那我最近也有看群组，像是被伊朗炸到的一些地方啊，他们就有号召义工过来帮忙，就是把玻璃震碎的东西收一收啊，还有地上的这些碎片收一收啊。那这些的话，它不是靠政府然后来做所有的事情，它是靠以色列人的团结的力量，才会在短短的时间让这些好像会影响生活情绪还有步骤的这些困难把它排除掉，然后让整个住在以色列的这个社会能够健康的继续的成长。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Shekels 它碰到打仗，它不像其他国家，然后就是物价飙涨啊，然后那个币值变弱，没有哦。Shekels 在打仗之前它是大概8.8对台币，现在是10.2哎，我觉得真的是很夸张。那物价的增长，我觉得因为以色列已经本来就很贵了，所以我觉得它涨个5%、10%，可能对我感觉来讲，反正它已经贵了，有些消费我本来就不会去做了。那可能那方面没有那么强，反而是就是对台币本来是8.8块，现在变成10.2块。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像 COVID 解禁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报复性的旅游。那在以色列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前几天压力超大，那很快的人又回到街上，而且一定有消费，这就是报复性的消费。
人类应该就是可能在脑袋里面有一个机制，就是我失去了一些东西，然后我需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抒发。那战争中的压力可能最直接、最暴力的一种恢复的方式就是 OK， 我把它吃回来，我把它享受回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及时行乐嘛，因为他们不是第一次碰到战争，他们从建国的时候，建国之前到现在每10年就一场大的战争，所以以色列人他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平衡他自己的需要。好啦，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拜拜。